跟发小合伙干海鲜档口，一年净赚300万。年底分红，他理直气壮地划走290万，只扔给我10万块。档口是我的，本钱是我出的，你就是出个力，拿10万不少了。我看着那一叠钱，二话没说揣进兜里。行，听你的。转头我就用这笔钱盘下了一个废弃冷库，直到台风天全程断货。我带着10几辆满载深海活鲜的冷链车队停在他档口门口，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我降下车窗。兄弟，以后南城的海鲜各卖各的吧。听说那天下午，他看着自己满池子发臭的死鱼，跪在污水里把自己的脸都扇肿了。小野，咱这档口今年赚300多万，这是10万的分红，你拿着。我看着信封没吭声，脑子里却有个算盘在想：一年365天，我每天凌晨2点去码头接货验货，拉回店里入池打烊，再到清晨6点给市里各大酒楼送货。整整1年，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档口的流水做到了1000多万，刨去损耗租金、人工、水电，年底净利润正好300万。李飞理所当然的拿走290万。小野，做人得懂感恩。这档口的名字是我的，当初的50万本钱是我出的，没有我给你这个平台，你现在还在渔船上给人拉网，你就是出个力，拿10万不少了。你去外面打听打听，哪个水产搬运工一年能拿10万的？何况我还包了你1日3餐呢。拿着钱，给你瘫痪的老爸买点营养品，过个好年。这就是我的好兄弟。当初档口刚开业，他因为操作失误，海鲜死了一池子，是他拉着我的手急着直哭。小野，全靠你了，只要干起来，赚了钱咱们兄弟平分。我信了，我豁出命去干，陪酒楼的采购经理喝到胃出血，在零下10度的冷库里一蹲就是半宿，硬生生把这个档口做成了南城水产市场的销冠。现在档口火了，钱赚到了，他告诉我，我只是出个苦力，这就是他嘴里的兄弟情。我没说话，只是笑了笑。我拿起桌上的信封，连点都没点，直接揣进兜里。行，听你的。李飞见状，眼里闪过一丝鄙夷，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这就对了嘛，识物者为俊杰。小野，好好干，明年哥换了保时捷，旧的奥迪借你开回村威风威风。不用了，飞哥，过了年我就不来了。你什么意思？拿了钱想撂挑子？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飞哥说的对，我就是个出力的。这1年我力气出完了，以后档口的生意，飞哥自己多操心。李飞以为我是个傻子，以为我不敢离开他这个平台。可他不知道的是，南城市场这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产老板，认的根本不是他李飞的招牌，而是我林野的这双眼睛。离开市场，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一趟南城商业银行，把我存了3年的死工资全部提了出来，加上这10万，一共35万。紧接着，我直奔南城冷链物流园的招商中心，那里有全南城最大的废弃冷库群。别人嫌那里设备老、风水差，我却知道那里是距离高速口最近的交通枢纽。我拨通了招商处的电话。喂，王经理吗？南区那间最大的冷库我租了，对，现在就签合同。不久后，王经理带着我来到了3号废弃冷库，生锈的铁门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常年不见天日的霉味。王经理拿着手电筒，在前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林老弟，真不是哥哥坑你，这冷库废弃3年了，制冷压缩机虽然还能转，但耗电量大，而且位置太偏，你图什么？我抬起头，环顾着这间足足有500平米的巨大冷库。别人看是偏，但我知道，从这里出门上高架，去市中心几个最高档的海鲜酒楼，比李飞在水产市场的核心档口还能快出20分钟。干海鲜这行20分钟，那就是生与死、鲜与臭的天壤之别。就这间了。我从兜里掏出银行卡递给王经理，押1付3，连带检修设备，今天下午能办妥吗？王经理愣住了，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35万对于打工仔来说是砸锅卖铁的全部家当，在这砸进一个废弃冷库，简直是打水漂。行，你痛快我也痛快，下午5点前我让人把冷库给你冻透了。我走出物流园的时候，冷风直往领口里灌，但我不仅不冷，血液反而烧得滚烫。回到那个只有40平米的老破小出租屋时，天已经黑了，屋里乌烟瘴气。大舅正坐在沙发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我妈在狭窄的厨房里煮着清水挂面，听到开门声，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出来。小野回来了。我妈眼圈有点红，欲言又止。哟，这不是咱们南城大市场的销冠回来了吗？林野，我今天下午听说李飞今年档口赚了300万，李飞大方，赏了你10万块，可你还真有骨气，把活给辞了。我点了点头，嗯了一声。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李家出本钱，拿大头天经地义。一个臭打工的，
跟着人家后面喝口汤还嫌不够？知不知道你爸还在医院躺着？你现在把工作辞了，你拿什么养家？小野，你大舅说话直，但理是这个理儿。李飞那孩子虽然傲了点儿，但好歹给的工资不少。要不，你明天买点烟酒去给他道个歉，再回去干吧。回去干。妈，他李飞赚的300万是我拿命熬出来的，他不仅不念好，还把我当叫花子打发。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再去找他。你懂个屁！人家有钱有人脉，有市中心最好的档口，你有什么？你除了身上这股洗不掉的鱼腥味，你有个屁！你那10万块钱呢？拿出来交给你妈留着看病。花了。什么？10万块？你半天就给花了？我租了个冷库，单干。单干？就凭你？你一没进货渠道，二没大老板捧场，你单干个鬼！行，你有种，等你以后陪他去街上要饭，别怪大舅今天没提醒你。说完，大舅摔门而去，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我妈坐在小马扎上，捂着脸无声的哭泣。她不信我能行，在她眼里，李飞那样的有钱人才是做生意的料，而我天生就是卖苦力的命。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我妈的肩膀：“妈，相信我，过不了多久，我就给爸换最好的特护病房。”凌晨1点，我一个人来到了冷库，拿着高压水枪，一寸一寸地清洗着残留的污垢。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这个时间来电话的只有一种人，码头刚靠岸的船老大。接听后，一个粗犷的怒吼响起：“林老弟，你到底还在不在李飞那这个档干了？”“海哥，我单干了，怎么发这么大火？”“李飞那个小王八蛋，仗着你不在，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不懂行的生瓜蛋子来验货。老子刚从深海拖回来5000斤顶级的野生东星斑和老虎斑，活蹦乱跳的奸货。李飞那小子居然挑刺说成色不好，要压老子3成的价，当老子是要饭的。”我心头猛地一跳，5000斤顶级野生斑鱼，这是各大高档酒楼抢破头的稀缺货，要是能拿下，不仅能一炮打响，利润起码翻倍。海哥，这批货我要了。好，老子就是倒进海里喂王八，也不给李飞那个白眼狼。林老弟，看在你的面子上，按市场底价走，但规矩你懂，这种抢手货现金结账，概不赊切，一共45万，你半小时内带钱来码头提货。电话挂断后，我静静地站在冷库里，45万的货，我全身上下只有不到2000块钱，距离码头抢货只剩下半个小时。李飞的人肯定还在码头耗着，随时可能反应过来。我深吸了一口冷气，拨通了一个电话，成王败寇就在今晚了。喂，赵总，我是林野。电话那头是南城高档餐饮连锁海悦楼的大老板赵海生。半年前，李飞进了一批便宜的生蚝，想以次充好卖给海悦楼做高端刺身。是我在卸货时一眼看出生蚝携带了红罗菌，如果客人吃下去了，海悦楼的招牌就全砸了。我自己掏腰包，连夜从隔壁市高价调了一批鲜货补上，扛下了李飞的痛骂，保住了海悦楼的声誉。赵海生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林老弟，这么晚打电话，出什么急事了？赵总，我单干了。现在人在南区物流园自己包了冷库，码头有5000斤顶级的野生东星斑和老虎斑，李飞的人不识货在压价。这批货我要结下来，但我手里没本钱。借我50万，这批鱼海悦楼未来1个月的尖货，我按进价给你兜底，行吗？账号发我。我早看出李飞那小子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富二代，你能出来单干南海的高端海鲜，以后就是你的天下。钱马上到，当是我怨妇的定金。很快资金到账，我开着一辆租来的2手冷链小货车，直奔南城码头。凌晨2点半的码头，探照灯惨白的光撕裂了夜色，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和鱼腥味。老海的渔船前站着一个穿着修身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正捂着鼻子，一脸嫌弃地看着活水舱。这是李飞的表弟，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一天海鲜都没卖过。海老大，我表弟说了，你这鱼鳞片受损，活力不够。按规矩，只能给你60块1斤，不能再高了。你要是不卖，这深更半夜的，南城除了我李飞，谁吃得下你这5000斤货？放屁！野生东星斑在网箱里摩擦掉点磷是正常情况，你压我3成价，是要喝我的血。这时，一辆2手货车稳稳停在宝马旁边，我推开车门，踩着满地泥泞和鱼鳞走了过去。李飞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嘲讽地笑了起来。哟，这不是刚拿了10万块遣散费的林老板吗？大半夜跑码头来干什么？捡破烂啊！我没理他，直接走到老海面前。水池里，一条条暗红色、带着蓝色斑点的东星斑游动着，背鳍根根竖起，充满了野性的生命力。好货，绝对的尖货。海哥，这5000斤我全包了，按你开的市场底价，一共45万。我拿出手机准备付款。林野，你他妈疯了！你敢接我的货，就凭你那10万块？老海，你可别被他骗了。
他现在就是个穷光蛋。然而很快支付到账的电子音响起。你哪来的钱？飞哥，你以前老说我不懂做生意，今天我教你第一课，在码头，眼光才是大爷。老海，装车。好嘞，李野，你有种！你以为买过去就赢了？没有我李家的档口和人脉，这5000斤活鱼明天早上卖不出去，全得死在你那个破冷库里。我等着看你倾家荡产去跳海！我连一个眼神都没再给他。就在我准备上车时，老海突然拉住我的胳膊，压低声音：“林老弟，哥承你这个情，底仓还有500斤从深海里倒弄过来的黄金帝王蟹。李飞那个傻子表弟非说蟹都死了，你眼光毒，帮我长长眼。”我心头一震，黄金帝王蟹，那可是能让各大高档酒楼抢破头的镇店之宝。我立马跟着老海下了底仓，掀开盖在水箱上的保温帆布，借着昏暗的手电光，500斤体型巨大，呈现出暗金色的俄罗斯帝王蟹，安安静静地趴在水池底部，有的已经肚皮朝上，蟹腿耷拉着，水面只剩下微弱的吐泡声。难怪李飞那个海归表弟会说这是死蟹。在行外人眼里，这些螃蟹确实跟死物没区别，但我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了整整8年，我的双手不仅能抗冰，还能精确地感知水温和盐度。我卷起袖子，把手插进水槽里，刺骨的冰凉，水温至少在零下2度。我再捞起一只死蟹，拇指用力按压蟹腿，肌肉依然紧实，没有发空发软的感觉。不仅如此，蟹鳃还在极其缓慢地开合，这不是死蟹，而是冷休眠。由于海上运输时制冷机故障或者操作不当，水温骤降，导致这些深海霸主进入了假死状态，以保护自身。只要在3小时内将它们放入特定盐度和温度的暂氧池中缓慢苏醒，这些蟹就能活蹦乱跳。海哥，这批蟹怎么卖？老海叹了口气，这要是活的，市价随便卖个200-300一斤。现在这半死不活的，你要是敢接，当死蟹处理，1万块钱500斤你全拉走，就当给兄弟们结个辛苦费。我强压下激动的心情，直接付款。凌晨4点，我回到自己的冷库，把东星斑安顿在大型活水池里后，立刻开始抢救那500斤帝王蟹。我调配了含氧量极高的人工海水，将温度严格控制在4摄氏度到6摄氏度之间，然后将那些死蟹一只只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开启最大功率的增氧泵。等待的过程是熬人的，水面上只有咕嘟咕嘟的水泡声。如果我判断失误，这1万块钱就是打水漂。但如果我赌赢了，这就是我真正翻身的资本。5点，水面依旧平静。5点半，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就在我以为彻底没戏的时候，水池里传来一声轻微的水花翻腾声。我猛地转过头，只见一只体型最大的黄金帝王蟹缓缓翻过了身子，伸展出长满尖刺的蟹腿，像一个苏醒的装甲巨兽，在池底缓慢而有力地爬行起来。紧接着，第2只、第3只。水池里如同煮沸的开水，500斤帝王蟹竟然奇迹般的复活了90%以上。看着他们，我开心的笑了。早上7点，李飞的水产档口刚刚开门，几个打着哈欠的伙计正在往外搬泡沫箱。李飞坐在老板椅上，喝着茶水，心情十分烦躁。昨晚没收到老海的货，档口池子里只剩下一些品相一般的养殖海鲜。就在这时，一辆路虎急刹在档口门前，高端婚宴天喜阁的采购部经理老张急匆匆地冲了进来。李老板，今天中午局长儿子的婚宴，点名要200斤黄金帝王蟹做主菜，赶紧给我装车。李飞手里的茶杯一抖，茶水洒了一裤裆。张经理，帝王蟹今天断货了，你看这波士顿龙虾行不行？老张眼睛一瞪，放屁！婚宴菜单1个月前就定好了，今天你跟我说断货，没有帝王蟹，这婚宴搞砸了，你李飞的招牌也别想要了。说完上了车直接走了。李飞满头大汗，急得团团转，他赶紧掏出手机打给了行内的几个同行借货。喂，王老板，有帝王蟹没？什么？都被林野劫走了？刘哥，你那边有奸货吗？我操，你也去南区看货了？李飞彻底慌了。此时此刻，南区3号冷库门外停满了各种豪车和冷藏小货车，整个南城稍微有点头脸的酒楼老板和采购经理全挤在了我这个破旧的废弃冷库里。赵海生站在活水池前，看着里面活蹦乱跳的顶级东星斑和张牙舞爪的黄金帝王蟹，眼睛直放光。林老弟，你这眼睛绝了！这批黄金蟹我海悦楼要200斤，800一斤，现金结算。老赵，你别吃独食，给我天喜阁留200斤。我们中午接了局长儿子的婚宴。我站在池子边，熟练地拿着捞网和电子秤，嘴角带着笑意。别急，各位老板，今天是我林野单干的第1天。东星斑150一斤，黄金帝王蟹600一斤。按规矩，一手交钱，
一手提货。就在我的账户数字开始疯狂飙升的时候，李飞的电话打进来了。接起后传来李飞咬牙切齿的声音：“林野，算你狠，你把那批帝王蟹卖给我，我按原价2倍给你。不，我给你10万块好处费，你别把事儿做绝了。”我冷笑一声：“10万，飞哥，10万块钱只够买断兄弟情。”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这仅仅是个开始。李飞，南城这块天要变了。而此时的李飞正苦苦哀求路过的张经理：“你再给我1天时间，我保证把同等规格的帝王蟹给你补齐，违约金我双倍赔你。但你不能断了咱们这3年的长期供货合同啊！”李飞，你还好意思提3年？要不是以前林野兄弟在前面给你撑着场面，把控质量，你这档口早关门了。今天中午的婚宴，要不是林兄弟救场，我老张今天就得卷铺盖走人。从今天起，天西阁和李记水产的合作彻底作废。老张冷哼一声，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留下一群看笑话的同行。李飞跌坐在地上，脸色煞白。这时候，他那个海归表弟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脸上还带着邀功的喜色。表哥，别愁了，我刚从隔壁市的散户手里收了一大批便宜的老虎苯和9节虾，价格比平时低了1半，咱们只要倒手卖出去，绝对能把今天亏的钱补回来。这下发了！李飞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猛地站了起来，赶紧卸到大池子里打氧。几分钟后，一辆脏兮兮的货车停在了档口门前，车厢门一开，一股刺鼻的氨气混合着死鱼腐烂的恶臭味，瞬间犹如实质般冲了出来。围观的同行们被这股味道熏得连连后退。李飞冲到车厢前一看，差点两眼一黑晕过去。车厢里的水箱早就浑浊不堪，水面上密密麻麻浮着一层翻了白肚皮的死鱼，剩下的几只9节虾也只是在污水里无力地抽搐着。李飞一脚踹在表弟的肚子上，将他踹翻在地。你他妈管这叫活海鲜？你脑子里装的是大粪吗？表弟捂着肚子委屈的辩解：“我买的时候他们还活蹦乱跳的，那个小户说只是因为没打阳气有点晕，放进水池里缓一缓就好了。”海鲜行当里有一种行话叫药鱼，有些不良散户为了让快死的鱼看起来有活力，会往水里加药。这种鱼一旦脱离了药水环境，几小时内必死无疑，且会迅速腐败。以前有我在，这些散户连里基档口的门槛都摸不到。现在海龟表弟被人家当成了待宰的肥猪，更要命的是，档口的伙计为了图省事，直接把这车带药的污水和半死不活的鱼虾一股脑倒进了档口最大的主赞养池里。李飞嘶吼着扑过去阻拦：“别倒！妈的，别倒！”但已经晚了，腐败的毒素和致命的细菌瞬间污染了整个池子的水循环系统。不到10分钟，原本池子里那些健康的、价值10几万的养殖海鲜开始接连翻白肚皮，死相惨烈。李飞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插在头发里，眼神呆滞。我仅仅刚走了1天，他的档口就迎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南城第1人民医院，我洗净了身上的鱼腥味，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双肩包，走进了住院部大厅。在缴费窗口前，我妈正低着头，默默地数着手里那一卷皱巴巴的零钱。大舅站在一旁，依然是一副颐指气使的嘴脸。我早就说了，让你劝林野回去给李飞低头认错，你不听。现在好了吧？他那10万块钱砸进那个破冷枪，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他拿什么交这5000块的住院费？我妈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你先借我2000，我下个月去饭店洗碗还你。我哪有钱？妈，不用借了。我大步走过去，将那个黑色的双肩包直接放在缴费窗口的大理石台面上，拉开拉链，一沓沓红彤彤的100元大钞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整整60万。大舅的眼珠子瞬间瞪圆了，下巴差点掉到地上，指着那一包钱结结巴巴：“林野，你哪来这么多钱？”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转头对窗口里的收费员说：“护士你好，我父亲林建国转到顶楼的特护 VIP 单人病房。这20万是预交的住院费和后续的手术押金。”收费员愣了一下，熟练地接过钱放进点钞机。我妈震惊地捂住嘴：“小野，你这钱到底哪儿来的？”我握住我妈粗糙的手，轻声说道：“赚的。妈，我说过，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以后爸的病用最好的药，你也不用再去洗碗了。”大舅站在一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像个跳梁小丑。他咽了口唾沫，舔着脸凑上来：“那个小野啊，大舅就知道你是个做生意的料。你看大舅那个小卖部最近资金周转不开，你能不能……”我冷冷地打断他：“不能，钱是我拿命拼回来的，跟您这只进不出的皮姑没半点关系。”我安顿好父母后，我走出了医院。今天的开门红只是第一步。李飞虽然蠢，但他家在南城水产界盘根错节的底蕴还在，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做大。果然没一会，老海打来电话：“林老弟，出大事了！李飞他爹出面了，他放出狠话，整个南城大码头所有深海捕捞船
谁要是敢把1两鱼卖给你林野，就是跟他们李家作对，以后休想在南城靠岸卸货。我冷笑一声，卡我货源。海哥，台风利奇马是不是后天就要登陆了？电话那头的老海愣了一下。是啊，气象局发了红色预警，所有船明天必须回港避风。你问这个干嘛？那就好，我要让李家知道，这海不是他家后院的池塘。另一边，海龙茶楼的包厢里，李飞的父亲，南城水产界的老地头蛇李万山，正端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刮着盖碗里的茶叶。桌子两边坐着10几个南城码头最大的船老大，包括老海，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诸位，我李万山在南城这片海也算吃了30年饭了。犬子不懂事儿，让林野那个小杂种钻了空子，但规矩不能坏。从今天起，南城码头所有的渔船，谁要是敢卖1两虾给林野，那就是砸我李万山的饭碗。以后他的船在南城就别想靠岸卸货。老海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开口：“李爷，这断人财路的事儿。”海老大，我听说你昨晚跟林野走得很近啊，怎么你想第一个试试水深？老海攥起了拳头，但在李家盘根错节的势力面前，最终还是无奈地低下了头。半小时后，我又接到了老海的电话：“林老弟，哥对不住你。李万山发了江湖追杀令，码头上的兄弟们拖家带口，不敢拿全家老小的饭碗跟你赌。台风利奇马明天就登陆了，船全要回港，但这批货我们1斤都不能给你。”海哥，严重了，兄弟们要吃饭，我懂。你们不仅不卖给我，还要把所有的货不管好坏，全部按市场高价塞给李飞。老海愣住了，这是为啥？我冷笑一声，看着窗外已经开始阴沉的天空。李飞的主池子昨天刚被药鱼污染，氨氮超标加上红斑菌感染，他那个草包表弟根本不懂怎么彻底清洗生化过滤系统。你们现在把鱼卖给他，就是塞给他一颗定时炸弹。至于我的货源，我挂断电话后，翻出一个存了2年一直没拨打过的号码，是邻省东州深水港黑哥的电话。2年前，黑哥的几柜子阿根廷红虾因为冷链断裂，差点全军覆没，是我连夜赶过去，用独家的急冻复苏技术，帮他抢回了上千万的损失。喂，黑哥，我林野。哎呦，林老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黑哥，利奇马要来了，你手里那3艘刚从公海回来的远洋拖网船，别在东州下货了，连夜拉到南厂来，我全包了。全包？老弟，那可是整整3万斤的深海尖货，10班红东星大明虾，光货款就要上千万，你吃得下？我手里只有60万现金，但我用南城未来1半的高端水产市场做抵押，货先入我的冷库，3天内我连本带利给你结清。黑哥，敢不敢跟我赌一把？电话那头沉默了5秒。我老黑这条命都算是你捡回来的，有什么不敢赌的？你林野的眼光值这个数，连夜装车，3个小时后南区冷链援建。放下手机，我走出冷库大门。李万山，你以为封锁了南城这片小池塘就能渴死我林野？老子今天要借这东风把整个海给翻过来。第2天清晨，利奇马台风正式登陆南城，狂风暴雨如同鞭子一样抽打着城市，整个南城进入紧急停工停学状态，高速封路，码头停摆，所有的渔船全被锁在避风港里。一连5天，绝对不可能有一条船出海。海鲜水产行业最怕的就是台风，因为断货，但这同时也是一场狂欢。风浪越大，鱼越贵，谁手里有活鲜，谁就是整个南城餐饮界的活财神。李记水产档口，李飞坐在沙发上，得意地哼着小曲，海龟表弟殷勤地倒着茶。表哥还是姨父厉害，一道封杀令，林野那个穷光蛋连个虾米都收不到。昨天咱们可是把码头回港的几万斤海鲜全收进来了，现在全南城的高档酒楼除了找咱们，没有第2家有货。这几天咱们把价格翻3倍，狠狠宰他们一笔。林野算个屁，跟我斗，他现在估计在那个破冷库里对着空气哭呢。老张不是牛逼吗？天喜阁不是不跟我合作吗？等会儿他要是来求我，老子让他跪在档口门口叫爷爷。突然，档口的伙计连滚带爬地冲进办公室。老板，不好了，昨天刚收进来的几万斤石斑和大虾，今天早上全翻白了，水都发臭了。李飞猛地跳起来，一把推开伙计冲了出去。当他看到赞养池的那一刻，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中，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湿漉漉的瓷砖上。昨天还满满当当活蹦乱跳的几万斤海鲜，此刻已经变成了一池子泛着白沫，散发着刺鼻恶臭。死鱼的眼睛浑浊凸起，水面上漂浮着一层令人作呕的红色粘液，是红斑菌爆发加上高密度缺氧引起的交叉感染。之前被药鱼污染的过滤系统根本没有被彻底消毒，把几万斤海鲜强行塞进池子，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可能，这可是我押了全部身家，还挪用了我爸公司的200万公款收的货。就在这时，一辆辆商务车顶着台风开进了水产市场。海悦楼的赵海生、天喜阁的老张，还有南城数10家顶级连锁餐厅的老板，全从车上走了下来。李飞像是看到了救星：张哥、赵总，
你们是来提货的，对不对？死鱼你们要不要？我半价，不，1折卖给你们做冻货。李飞，你脑子进水了？我们高档酒楼拿你的死鱼去毒死客人吗？那你们来水产市场干嘛？整个南城现在只有我有货啊！谁说只有你有货？我们是路过这里，车队要在前面的路口集合，去南区物流园。南区物流园，林野。没错，昨天半夜，林野调了20辆重型冷卷车，从邻省深水港拉回来30万斤顶级远洋活鲜。现在他的3号冷库简直就是龙宫，活蹦乱跳的皇帝蟹、红东星要多少有多少。林野兄弟厚道，台风天市场价翻了3倍，他只涨了30%。现在全南城的餐饮老板全在他那儿排队拿号。至于你这李记水产，留着养蛆吧。车队绝尘而去，溅了李飞一身腥臭的泥水。狂风中，李飞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档口，闻着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死鱼恶臭，终于两眼一黑，直挺挺地昏死在了污水里。不久后，李飞被送进医院。李飞他爸得知消息后来到病房，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狠狠抽在刚打上点滴的李飞脸上，他半边脸瞬间肿起，嘴角溢出鲜血。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200万！你不仅挪用了老子公司账上的200万去收那一堆烂鱼，现在还把李家的招牌彻底砸了！李万山将手里的文件狠狠砸在李飞脸上，纸张散落一地，那是10几份来自南城各大高档酒楼的律师函。台风天交不出货，按照合同，李飞不仅要退还预付款，还要赔付高达3倍的违约金。光是天锡阁一家违约金就高达150万，加上其他酒楼，这笔烂账直逼500万。爸，你帮帮我，你出面跟老张他们说说情。咱们李家在南城这么多年，他们不能不给你面子啊！面子？老子现在在南城还有个屁的面子！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卫生局和工商局的人把你的档口查封了。你那个蠢货表弟居然想把那些发臭的死鱼卖给路边的大排档做烤鱼，被人当场举报。现在全南城的人都知道李记水产卖毒鱼死鱼，我李万山30年积攒的信誉让你一天全毁了。这500万的窟窿你自己填不上，你就进去蹲耗子，我李万山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李万山摔门而去，只留下李飞一个人在病房里绝望的哀嚎。而此时的南区3号冷库却是一片热火朝天。台风过境的3天里，我的冷库成了南城唯一的活水龙宫，30万斤顶尖海鲜以惊人的速度被抢购一空。3天后，风停雨歇，我坐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台点钞机和10几本厚厚的账册，扣除给黑哥的1000万货款，再刨去人工水电、损耗和冷库租金，这3天我净赚了整整800万。我拿起手机，直接给黑哥的账户打了1100万过去，多出的100万是利润分红。不到1分钟，黑哥的电话打了过来，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震惊。林老弟，你他娘的真是个神仙！3天吞了30万斤货，还多打100万！黑哥，规矩我懂，带兄弟赚钱，路才能越走越宽。以后东周那边的深海尖货，我南城全包了。痛快！以后你林野的货，我老黑亲自押船。挂了电话，我没有像李飞那样去买保时捷充门面，在这行豪车装不了逼，只能装蠢。我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了南城最大的重卡经销商的电话。喂，王总吗？50铃最新款的10吨级冷藏增氧车，我要10台。对，全款，明天就要现车。打这场仗现在才刚刚进入下半场，李家不是想封杀我吗？那我就直接掀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棋盘。3个月后，南城水产大市场，李万山的大本营，往常凌晨3、4点，这里应该是车水马龙，各大饭店的采购员开着小货车、3轮车来这里讨价还价、拉货装车。但今天市场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散户在打牌。李万山站在2楼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一个手下战战兢兢的汇报：李爷，今天天锡阁、海悦楼还有市里前50的大酒楼全都没来咱们市场进货。李万山咬着牙问：他们去哪儿了？南区冷库也没去。林野那小子成立了个野鲜冷链车队。在传统的水产批发模式里，酒楼老板最头疼的就是最后1公里。采购员去市场买完活鱼，装在简易的水箱里拉回酒楼，路上颠簸、堵车、缺氧，鱼送到酒楼后经常死掉一半，损耗极大。而我用了那800万买下了10台最先进的冷链增氧车，组建了自己的专业运输队。酒楼老板只需要在群里下个单，我的冷链车直接凌晨送货上门，恒温控制，专业打氧，到店下车时的存活率高达99%，死了一条我林野当场包赔。
这叫降维打击。我不仅免去了酒楼自己请采购员、养货车的成本，还把海鲜的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那些大酒楼的老板只要不傻，都知道该选谁。李万山一拳砸在桌子上，眼角疯狂抽搐。他原以为断了我的船就能弄死我，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我直接绕过了水产市场这个传统的中间商，打造了从外省深水港到大型冷库，再到冷链直达酒楼后厨的闭环护城河。南城水产市场，这个李万山称霸了30年的地方，被我彻底架空了。林野，李万山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好狠的手段。同一时间，我的野鲜冷链调度中心，我站在巨大的电子屏幕前，看着10辆冷藏车的 GPS 定位在南城的地图上闪烁，精准地驶向各大高档酒楼。林哥，今天的单子全派完了，流水200万。我点了点头，刚准备去喝杯咖啡，门外的保安突然推门进来。林总，外面有个叫李飞的，非要见你，赶都赶不走，跟条疯狗一样。我嘴角勾起一抹冷厉的弧度，让他进来。当李飞走进来的时候，我几乎没认出他。眼前的李飞，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身上的衬衫皱巴巴的，还散发着一股好几天没洗澡的酸臭味，完全没有了富二代的样子。他的那辆奥迪 A6 已经被抵押了，500万的违约金，加上借了外围的高利贷填窟窿，他现在就是一条被逼到绝路的丧家之犬。李飞站在宽敞明亮的调度中心里，看着墙上密密麻麻的酒楼合作名单，又看了看一身从容的我，眼里闪过一丝嫉妒，但瞬间又被恐惧压了下去。李飞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搓着手向我走来。小野，一旁的保安冷着脸挡在他面前，在这儿叫林总。李飞脸色一僵，忍着屈辱，干巴巴地喊了一声林总。我淡淡地看着他。飞哥不在家当大老板，跑我这破冷库来，有何贵干？李飞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办公桌前，他这一跪把旁边的调度员都看愣了。小野，你别寒碜我了，哥以前错了，哥有眼不识泰山。小野，咱们可是光着屁股长大的发小啊！以前档口赚钱，我是拿了大头，但我没亏待你，对不对？我还给了你10万块遣散费呢。要不是那10万块，你能有今天吗？我现在走投无路了，高利贷天天去我家泼油漆，我爸让我自己补窟窿。小野，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借我500万，不，300万就行，让我把高利贷还了。以后我给你当司机，我给你扛冰块。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李飞，听着他那套恶心至极的兄弟论，忽然觉得无比的荒谬。人啊，高高在上的时候跟你谈利益，跌落泥潭的时候才想起来跟你谈感情。我拿出10万块，走到李飞面前，把钱狠狠砸在他的脸上。这3年，我给你挡的酒，熬的夜，赚的钱，早就把欠你的情还清了。你给的这10万，买断了我们之间最后一点关系。他看着满地的钞票，又看了看我如同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突然像疯了一样大吼起来：李野，你别得意，我爸还有门路。你以为你赢定了？我弄死你！2个保安走上前，像拖死狗一样把歇斯底里的李飞拖出了调度中心。我连看都没再看他一眼，李飞已经彻底废了。但真正的硬仗还在他背后那个老狐狸李万山身上。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林哥，李万山疯了。他把名下的3套别墅和2个大型档口全抵押给了银行，套了一大笔现金出来。听说他包下了3艘2000吨级的远洋捕捞船，准备直接去公海截胡东洲那边的货源，要跟你打价格战，死磕到底。我听完，嘴角微微上扬。老狐狸终于把所有的筹码都推上赌桌了。李万山，既然你想赌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地深渊。另一边，李万山不仅抵押了全部家当，还向地下钱庄借了3000万的过桥资金。他包下了3艘2000吨级的远洋捕捞船，直接开赴公海，赶在我的供应商黑哥之前，以高出市场价20%的价格，强行截胡了整整50万斤的顶级深海活鲜。为了装下这批天量海鲜，李万山租下了南城水产市场里所有的闲置档口，临时加装了上百台大功率制冷机和增氧泵。李飞仿佛又活了过来，站在大市场门口，拿着大喇叭：李记水产今天重开张，所有的极品帝王蟹、东星斑、大明虾，全部比野鲜冷运便宜2成。不仅便宜，我们还送货上门。林野想垄断南城，他做梦！今天我李家就要用钱砸死他！那些唯利是图的酒楼采购员一听价格便宜2成，立刻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纷纷调转车头涌进了南城水产市场。一时间，我的野鲜冷链订单量锐减了70%。调度中心里，林哥，李万山这是在烧钱换命啊！他低于进货价出货，每卖1斤都在亏钱，但他手里货太多了，这么打下去，最多半个月
咱们的市场份额就会被他全抢回去。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刺眼的阳光，7月的中旬，室外温度直逼40度。我打开电脑，调出了一份南城供电局前天刚发布的夏季用电高峰红色预警通告。我指着通告上划红线的区域，南城水产大市场建于20年前，那里的核心变压器和地下电网早就严重老化了。平时那些档口用小冰柜还没事儿，现在李万山为了安置那50万斤深海活鲜，强行接入了上百台工业级的大功率制冷压缩机。他懂海鲜，但他不懂电。我冷笑一声，站起身，拍了拍小张的肩膀，通知车队所有司机带薪休假3天。这3天，酒楼爱去李家进货，就让他们去，咱们不降价，不抢客。小张愣住了，林哥，咱们就这么干看着？对，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楼塌了。3天后，李家的大放血行动达到了高潮，各大酒楼的老板贪图便宜，疯狂在李飞那里囤货。李万山看着回笼的资金，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一些。李飞端着一杯红酒，爸，林野那小子已经3天没动静，他的冷链车全趴在园区里吃灰呢。他怂了，他手里那点现金流根本扛不住咱们这么砸。李万山冷哼一声，姜还是老的辣，等明天把最后一批货清完，我立刻联合其他老板，彻底把林野赶出南。就在父子俩举杯庆贺，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一阵令人牙酸的电流超载声突然在整个南城水产大市场的上空炸响。紧接着，市场外围的3座老式巨型变压器在40度的高温和数百台制冷机的极限负荷抽取下，接连爆出一团团刺眼的蓝色电火花，刺鼻的焦糊味瞬间弥漫开来。下一秒，整个南城水产市场灯光全部熄灭。李飞有些慌张，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停电了？李万山猛地站起来，心脏猛地一阵抽搐，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全身。对于海鲜水产行业来说，在40度的高温下停电，这就等同于被直接宣判了死刑。那50万斤生活在深海低温环境里的极品海鲜，一旦失去制冷和供氧，活不过3个小时。李万山声嘶力竭的怒吼：“快去开备用柴油发电机！”李飞连滚带爬地冲出办公室，带着几个伙计直奔地下发电机房。10分钟后，2台老旧的柴油发电机艰难地运转起来。档口里的一部分制冷机终于重新亮起了指示灯。李飞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发电机却突然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机身剧烈抖动了几下，彻底卡死，冒出滚滚浓烟。飞哥不行啊！咱们4件的制冷机太多了，负荷太大，备用发电机直接烧拉岗了！妈的，给我修！不管用什么办法，给我把电接上！室外40度的高温让原本就封闭的档口内部像个巨大的蒸笼，水池里的水温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一只价值上千元的野生帝王蟹无力地松开了攀附在池壁上的蟹腿，肚皮朝上翻在了水面上。紧接着，仿佛是某种死亡的信号，东星斑、老虎斑、大明虾，成百上千斤的极品海鲜开始在温热的水中疯狂挣扎翻滚，最后绝望地吐出最后一个气泡，翻起惨白的肚皮。仅2个小时，李万山和李飞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用5000万身家换来的50万斤活财神变成了一座散发着恶臭的死尸山，死鱼翻白，污水横流。李万山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满地浑浊的污水里。他呆呆地看着池子里密密麻麻的死鱼，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却发不出一丝声音。5000万了，不仅倾家荡产，还有3000万是地下钱庄的贷款，全完了。李飞冲过去抱住李万山，爸，你别吓我呀，爸！咱们给林野打电话，林野有冷库，还有冷链车，让他把货拉走急冻，说不定还能挽回一点损失啊。到了这个时候，李飞竟然还妄想着那个被他踩在脚底下的好兄弟能来救命。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小野，林总，林爷爷，我求求你，派你的冷链车来救场吧！我按半价，不，1折把货全给你，你只要派车来就行啊！李飞在电话里哭嚎着，像一条被人打断了脊梁的野狗。飞哥，忘了告诉你，南城供电局的抢修车半小时前已经被我包下，去检修我的南区冷库线路了。水产市场的电，最快也要明天早上才能恢复。至于你的鱼，留着给你自己熬汤喝吧。
电话挂断的忙音在李飞的耳边回荡，像极了死神的倒计时。就在这时，水产大市场外面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刹车声和嘈杂的怒骂声。几十辆黑色的面包车堵死了市场的大门，上百个手持铁棍、纹着大花臂的壮汉如狼似虎地冲进了李家的档口。催债的上门了，李记水产的卷帘门被几根粗大的钢管硬生生跳开。手电筒惨白的光柱刺破了档口里令人作呕的黑暗，领头的是南城地下钱庄出了名的狠角色刀哥。刀哥走到瘫坐在地上的李万山面前，李爷，听说停电了，货全死了，那咱们借条上的3000万加上500万的利息，你打算拿什么还？李万山此刻哪还有半点南城大佬的威风？刀哥，你宽限我几天，我手里还有3套别墅，还有这个南城最大的档口，我卖了还你。宽限。刀哥眼神一狠，猛地一棍子砸在旁边仅存的一个玻璃水缸上，玻璃碎片混合着臭水浇了李万山一身。老子不是做慈善的，3套别墅你早就抵押给银行了，你当老子眼瞎？至于你这个破档口，这一池子烂鱼，光是清理费就得几十万，现在谁他妈敢接盘？角落里，李飞吓得像只鹌鹑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刀哥的马仔一把揪住李飞的头发，将他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来，一脚踹在膝盖上，咔嚓一声，李飞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捂着断裂的小腿在污水里疯狂打滚。别打我儿子，我签，我什么都签。李万山老泪纵横，爬过去抱住刀哥的皮鞋。那一夜，南城水产大市场惨叫连连。李万山签下了所有的资产转让协议，包括他名下仅剩的2辆汽车、一处老宅，以及这个象征着李家30年基业的南城最大档口。曾经不可一世的李家父子，被高利贷扒光了身上值钱的手表和车钥匙，像扔垃圾一样被扔出了水产市场的大门。外面大雨倾盆，李飞抱着断腿在泥水里哀嚎。李万山看着漆黑一片的市场，一口老血喷在雨水里，直挺挺地昏死过去。然后，阳光重新照耀在南城水产大市场上，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掩盖了昨夜的死鱼恶臭。一辆黑色的奔驰迈巴赫缓缓停在了李记水产的档口门前，车门打开，我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踩着锃亮的皮鞋从车上走下来。身后跟着10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野鲜冷链员工。档口里，刀哥正愁眉苦脸地抽着烟，他手里捏着这间档口的转让合同，但找了一早上，全南城根本没人愿意接手这个被视为晦气的子弟。看到我走进来，刀哥眼睛一亮，立刻换上一副笑脸迎了上来。林总，稀客，您这是来视察市场？我目光扫过这间我曾挥洒了无数汗水、熬过无数个大夜的档口，那墙上李记水产的金字招牌已经摇摇欲坠。刀哥，明人不说暗话，这档口我接了。刀哥一拍大腿，林总就是痛快。李万山当初盘下这里，连带装修花了200万，我也不多要，您给150万，连这块金字招牌一起拿走。刀哥，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指了指满地还没清理干净的鱼鳞和发黑的池子，这地方风水已经被李家败光了，我接手是给你面子，帮你处理垃圾。50万，多1分我转头就走。南区物流园有的是地方让我扩建。刀哥咬了咬牙，行，50万成交。10分钟后，合同签完，我站在档口中央，伙计们搬来了梯子，将墙上那块李记水产的金字招牌狠狠砸在地上，换上了崭新的龙飞凤舞的野仙集团4个大字。就在这时，档口外面传来一阵垃圾桶被推翻的响动。我转过头，只见一个浑身脏得像泥猴、瘸着一条腿的乞丐正趴在档口对面的垃圾堆里翻找出一个别人吃剩的半个包子。是李飞，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那张满是污垢的脸刚好对上了我的视线。他看到了迈巴赫，看到了向我低头哈腰的刀哥，更看到了那块原本属于他，现在却挂着我名字的招牌。巨大的反差像一把无形的重锤，狠狠砸碎了他最后的一丝神智。手里的半个包子掉在地上，他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起来，眼泪混合着泥水往下流，喉咙里发出野兽般呜咽的声音。他没有冲上来骂我，也没有求我，而是转过身，拖着那条断腿，像一条真正的丧家之犬，一瘸一拐地逃进了南城最肮脏的阴暗小巷里，连背影都透着绝望的死气。2年后，南城的天气已经有些入秋的凉意。这2年里，野鲜集团不仅垄断了南城乃至全省的高端海鲜冷链运输，还建起了全省最大的现代化生鲜仓储基地。我爸的病在用了最好的靶向药后，已经奇迹般的痊愈。现在他和我妈住在市中心的江景大平层里，每天的任务就是去公园下棋打太极，
再也不用看任何亲戚的冷眼。大舅那帮亲戚曾厚着脸皮提着礼物上门，想在我的公司谋个高管的差事，我直接让保安把他们连人带东西扔了出去。我的世界干干净净，只留给值得的人。今晚，南城商会在天喜阁大酒楼举办年度晚宴。作为南城新晋的青年企业家代表，我是被邀请的压轴贵宾。迈巴赫平稳地停在天喜阁金碧辉煌的大门口。我穿着手工定制的西装，推开门下车。天喜阁的老张现在已经是总经理了，早早地候在门口，满脸堆笑地迎上来。林总，您可算来了，市里的几位领导都在里面等您呢。就在我准备往里走的时候，司机按了按喇叭，探出头怒骂：“哎，那个保安，说你呢，瞎了眼吗？怎么只会倒车的？刮了车你赔得起吗？”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转头看去。在停车场昏暗的路灯下，站着一个穿着不合体的旧保安服、身形佝偻的男人。他手里拿着一根发光的指挥棒，左腿明显有点瘸，似乎是听到了司机的怒骂。那个瘸腿保安战战兢兢地抬起头，迎着迈巴赫耀眼的车灯看了过来，四目相对，周围的喧嚣仿佛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李飞的脸比2年前老了10岁不止，深深的皱纹刻在眼角。原本那不可一世的眼神，此刻只剩下麻木、浑浊和深深的自卑。当他看清站在台阶上被众人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的我时，他手里的指挥棒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他慌乱地低下头，拖着瘸腿，逃也似的缩进了停车场的阴影里。老张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林总，您认识那个看大门的？那是上个月刚招的夜班保安，干活笨手笨脚的，我看明天得把他开了。”我收回目光，平静地说道：“不认识。”我转过身，大步走进了灯火辉煌的晚宴大厅。在那个光芒万丈的名利场里，人们推杯换盏，谈论着上千万的生意。而门外冷风吹过停车场，我偶尔会想起几年前的那个下午，李飞坐在真皮沙发上，把脚翘在茶几上，丢给我那薄薄的一沓钱，说：“你就是出个力，拿10万不少了。”他说的对，那10万块确实不少。他买断了他李家30年的基业，买断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买出了我林野一个身价过亿的海产帝国。